本宫听闻人之将死的时候，会见到他最想见的人。你在等这一刻。本宫对韩琦也很好奇，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会让你如此念念不忘？你和那个皇帝是不会懂的。那是少年时的相知相许，相伴相惜。你若说的这些，本宫便懂了。本宫也有曾经年少的相知相许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只是本宫如今担心，你若是死了，这个世上就再没有人记得韩琦的好了。神佛在上，朕诚心斋戒，以求大清国运昌隆。二则，人生在世多年，朕见了，想要纵情恣意，放任一回自己情感的相见，但求上天怜悯，赐他在朕身边，再不分离。我喜欢韩琦的时候，16岁，他18岁。他的眼睛特别的明亮，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。他带着我骑马、放牧，带我去看最美丽的沙枣花。他吹着口弦，伴我起舞。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。你可知道，我们是真心相许的。我们一起盟誓，彼此钟情，就想在草原上快快乐乐的生活。我们韩部的人，只要发过了誓，就绝对不会反悔的。真好。可惜，好时光再也回不去了。若不是因为我，他就不会遇到雪崩，他也不会。谁都不知道韩琦会发生这样的事儿。韩琦是你的未婚夫，你为他伤心难过、追思悼念，都是应当的情分。只是，你一直陷在自责里，若韩琦有知，也会于心不忍的。如若你在为了他绝世离世，他会安息吗？本宫觉得，以韩琦对你的情谊，他定希望你珍惜性命，好好活下去。更何况你还有你的阿爹、你的族人，你应该知道，你是他们好好活下去的指望。从韩琦死了的时候，我就心灰意冷，便没有了指望。我怎么还能成为别人的指望呢？逝者已不可追。你若还珍重你的阿爹、你的族人，就该好好活下去，哪怕远远地守护他们，看他们过得比从前更好。除非他们对你来说并无所谓。他们对我来说怎会无所谓？只是我怕我做不到。只要你断了求死之心，肯活下去，就能做到。
来，喝一口参汤，这样才有精神。为了你阿爹、你的族人，还有韩琦，喝一口。再喝一口。娘娘，出了承乾宫，您就魂不守舍。您在想什么？听相见说对韩琦的感情，本宫知道，终于有一个人在这个宫里有过和本宫一样的心意。您说什么？他俩的年少情深，像极了当初皇上和本宫。娘娘是看见韩主太感触了。相见对失去韩琦的心痛欲绝，让本宫恍惚。也许本宫也失去了曾经恋恋不舍的少年了。微臣给皇上请安。小姐如何了？微臣去看过了，韩主已经恢复了饮食，虽然极少和人言语，但气色好了很多。皇后做得极好，朕心甚慰。那相见脸上的伤快好了，已无大碍。好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娘娘，色。皇后娘娘，李公公来了。请皇后娘娘万安，请颖妃娘娘安。什么事儿？今日午后，皇上请和宫女眷往宝月楼赏金钟景致。太后去吗？太后一心向佛，对登高之事一心阑珊。知道了。奴才告退。皇上最近喜怒无常，咱们还是不要扫了他的兴致吧。哟，这楼什么时候盖的？怎么平白无故就建了这么一栋楼啊？这宝月楼美轮美奂的，皇上让我们来赏美景，也不知一会儿会带我们去何处赏。也不知道这里面怎么。皇后娘娘到。从那看着真的不错。请皇后娘娘安。起来吧。皇后娘娘，诸位主儿，请吧。皇上在楼上。皇上还未到呢。咱们先上去吧。
这宝月楼看起来都是韩部的纹饰，莫非这是皇上赐给韩氏的？他不是有承乾宫了吗？还要这宝月楼做什么？皇上果真如此厚待他吗？奴婢给皇后娘娘请安，给各位主儿请安。玉壶姑姑，皇上命臣妾们到宝月楼赏秋，那皇上怎么没来啊？皇上尚有要事。这宝月楼是皇上给韩主儿所建，今日才请各位主儿来赏景。除了宝月楼，皇上还在宫外与宝月楼遥遥相对处建了祈福寺。皇上也太偏疼韩氏了。各位主儿，请随奴婢来。各位主儿们，请看，那就是祈福寺。韩主，这祈福寺是皇上按照您家乡规矩所建，您还喜欢吗？韩部地处偏僻，皇上已令您部中老幼妇孺移驻京城街巷，与祈福寺相对。今日皇上还安排他们进了宫，您愿意见一见吗？什么？太好了，玉壶姑姑，快让妹妹族人过来吧，妹妹呀，一定很想念他们。是。禁中快请韩部族人。各位快请。哎呀，走走走！相见，主，我们很想你啊！主，太想你了，主，见到你了，终于见到你了，我们很想你啊！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来这儿？这么多老老少少，成何体统？皇上怎得如此厚待韩部，让这么多人进宫？相见公主，皇上待我们很好，给我们建了祈福寺，给我们建了漂亮的房子，安顿年老的婆婆，还给我们看病呢。是啊，皇上对我们很好。是啊，公主。是啊，公主。皇上对所有的子民都是这样吗？还是因为我故意做作？皇上，怎穿的韩部的服饰？皇上怎么穿成这样了？小姐，朕在这儿呢。朕来了。哎，你看，皇上看中韩部，都换上了韩部的衣裳啊。是啊，我们还是啊。小姐，给皇上请安。给皇上请安。都起来吧。小姐，见到族人高兴吗？你为何穿成了我韩部男儿的模样？既然你不愿意先成为朕的女人，不愿意改变你的装束，那朕就为你变成韩部男儿。朕会封你们的相见公主为荣贵人，居宝月楼。皇上万岁万岁！荣贵人大喜大喜啊！
朕叫你们来，是要告诉你们，在宫中所有人都要容得下荣贵人，与他和睦相处，别再闹出什么合宫求见之事了。臣妾知道，臣妾恭喜皇上，恭喜荣贵人，愿荣贵人与皇上两心相许，珍重到老。皇上，荣贵人已经见过他的族人了，不如让他们回去吧。也好，金钟啊，好好的奖赏韩部族人，好生送他们出去。这，相见公主，如今看到大清皇上这样待您好，待咱们韩部好，我们就放心了。放心了，真好啊！放心了，这下我们放心了。好，好。相见，你看，朕接来的这些人里，没有一个壮丁，那是因为年轻力壮的人该留在韩部振兴家园，而这些老弱妇孺经不起边陲烽烟，需要好生照顾。朕会把他们全部接来京城，好好的照顾他们。或许你是真的爱惜我，可也在要挟我。我再也不能妄想离开这里了，至死也不能，对不对？皇上，这宝月楼的风光，臣妾等已经鉴赏过了，臣妾先告退了。皇上，那臣妾等也就先告退了。臣妾告退。皇上，臣妾伺候您更衣吧。李煜，奴才在。也好。相见啊，你也累了，你先下楼等着朕，好好歇一歇啊。相见好好活了下来，也终于肯留下了。如意啊，朕要谢你啊。皇上得偿所愿，臣妾恭喜皇上。还请皇上更衣吧。朕并不觉得穿着韩部袍服有何不妥啊。朕是天下人的天子吧，着自己子民的衣服，不论哪个部族都很妥当。下去吧。这，皇后坐吧。皇上，满蒙联姻多年，关系最为密切，也不见哪朝天子穿了蒙古的袍服。皇上这么做，臣妾担心会让蒙古各部寒心。皇后啊，你应该先想着朕是否畅心如意，你该替朕高兴才对啊。皇上与臣妾夫妻一体，本该一喜俱喜，一悲俱悲。只是当日臣妾也向皇上坦诚，答应皇上所托，是因为皇后的身份。作为妻子，心中并不认同夫君所为。臣妾不知道如何替您高兴。皇后，臣妾心疼荣贵人。哼，心疼荣贵人。朕已经给了荣贵人正式的名分了，朕会好好疼她，也会善待她的族人。皇后你只要做好六宫的表率，善待她，这日久天长的，朕相信荣贵人有一天会知晓朕的心意。千古艰难为一死，伤心岂独惜夫人。希望皇上有一天能明白荣贵人的心情。如意，你说的，朕何尝不懂呢？朕原本想让相见入宫，接受韩部的示好，也让边地各部落和睦，想着他入宫之后冷着他就是了。可是朕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没办法了。如意啊，朕是真的喜欢他。朕知道得不到他的心，但他人在也是好的。朕是真心希望
他能留下来，真心希望他能高兴。如意，你能明白这吗？啊？皇上的一厢情愿，如同曹植是对洛神。皇上，您只是给自己画了一幅洛神图，就算你换上了曹植的衣裳，洛神也不会对他倾心的。你讽刺朕呢？如意，朕以为同你说这些，你会明白的。皇上，臣妾陪伴您多年，自以为和您有心意相通之处。可自从相见入宫，皇上自己封魔至此，臣妾是真的不能明白的。皇上，您就当臣妾不懂您，臣妾的话也白说了吧。臣妾告退。如意，如意，娘娘慢点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晚安。起了吧。郎大人，您怎么在这儿？皇上命臣来此为皇上和荣贵人投入画像。哦。林大人，去送一送皇后娘娘。太后，您知道今夜是谁侍寝吗？还能有什么新鲜事儿啊？是荣贵人韩氏。皇帝总算给他名分了，只给了贵人，没给嫔位或妃位，已经是给六宫的嫔妃们面子了。什么面子呀？皇帝的心性越来越固执了，无人改变得了。如今荣贵人都侍寝了，一旦玉玺生子，后宫整个都要翻天了。
相见，你别害怕，别担心，往后朕会好好待你和你的族人的。主的画上，皇上终于有笑脸了。从未见过皇上如此高兴的样子。只为了得到荣贵人，皇上是高兴了，其他人呢？主呢？您高兴吗？我高不高兴，谁会在乎呀？姐姐怎么又消瘦了？得多补补身子才好。看，姐姐你看，怎么穿彩服装扮？她怎么来了？是呀，和咱们不一样。哪知道你不是？皇后娘娘起身了，请各位主入内。走进去，走吧。事已至此，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，如今同为嫔妃，就该彼此和睦。荣贵人出生在边地，与咱们满汉蒙的规矩不大相同，咱们更该互相包容一些。臣妾明白。荣贵人，纯惠皇贵妃已经过世了，在后宫中有什么不明白的，你大可以去问于妃。她在妃位中资历最深。是，臣妾有些话，正想与皇后娘娘单独说说。你们都告退吧。臣妾告退。得，知道巴结上皇后了。看你穿上这身衣裳，倒真正有嫔妃的模样了。多谢皇后娘娘。你既然已经开始侍寝了，免不了会和后宫的人打交道。那些人你若不喜欢，不理会便罢了。臣妾会恪守对您的规矩，是因为您教会了我许多。只有您才会对臣妾说那样的话。只是臣妾一直都不明白，您为何要去劝一个被您夫君痴缠的女子呢？您若是盼着她死了，或是出宫，不是更好吗？本宫是大清的皇后，皇后不仅是妻子，更多的是服从和责任。您曾经跟我说的那个少年郎，是皇上吗？当然是。其实跟我比起来，至少您的少年郎还活着。人活着是会有转机的，不像我和韩琦，天人永隔，我再也寻不到他了。你即使再也寻不到你的韩琦，可他在你心里永远是当初最美好的模样。
本宫的少年郎，不说这个了。你不是有话要和本宫说？皇后娘娘，事到如今，有件事情臣妾没法子不做打算。什么事？就算侍寝，怎么样才能没有身孕呢？哟，皇上，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别胡乱恭维，荣贵人今日可好啊？荣贵人好得很，不仅换了宫装，还去给皇后娘娘请安了。很好，百家，朕就去宝月楼看看荣贵人。这。皇上这些日子，除了和大臣们议事，就待在宝月楼是不出来了。皇上这么宠荣贵人，他别是有什么旁门左道的法子吧？你是说皇上着了旁门左道的法子？皇后娘娘，臣妾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臣妾觉得，自打荣贵人进宫，这宫里也有点太不成规矩了。怎么不成规矩了？宫里的哪条宫规说皇上不准只翻一个嫔妃的牌子了？可是皇上也要注意自己的身子啊。咱们若是要劝，自然是为了皇上的龙体。可现在，有谁劝得了呢？若要说关心皇上，谁比得过太后？这件事太后尚未开过口，咱们还是稍安勿躁吧。这对甜白瓷的瓶子极好，记得送到宝月楼去。这，眼看啊就要起冷风了，这荣贵人不习惯京城的气候，记得早些送些红罗炭到宝月楼去。奴才记着了。皇上，沙枣花。好，荣贵人呐，最喜欢沙枣花的香气，一日也离不得。皇上不是嘱咐了，每日都在养心殿供沙枣花。皇上在宝月楼周围多种沙枣树，为的便是荣贵人高兴。只要荣贵人高兴，这些算不了什么。婉音，你最近倒是常出来走动。以前有纯惠皇贵妃姐姐能陪我说说话，可现在倒好，姐姐走了，整个钟粹宫空荡荡的，冷清得很。过来和娘娘做个伴儿，心里倒踏实些。娘娘，想来今年初春的时候，皇上不知为何突然想起了臣妾，翻了臣妾的牌子。那个时候，我慌张的连话都不会说了，手和脚也不知道该往哪儿放。仔细算算，已经有6年4个月零3天没有侍寝了。是宫里的女人，终有这么一天的。秋凉时节说这种话，真让人灰心。红颜未老恩先断，血以熏笼做道明，谁都逃不过呀。难不成等到7老8十牙都掉了，还指望皇上翻你的牌子，和你描眉作诗啊？做梦罢了。主儿，皇上差人送来了您和皇上的画像。收起来，藏到后头的格子里，再不许拿出来。是。
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皇额娘在修沙枣花，这花不适合在宫里长，便修剪修剪。从前只听闻，唐玄宗为了杨贵妃千里送荔枝，跑死了好多马。如今到了咱们皇帝这儿，到来了这一出，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枣花来，真真儿是一桩奇闻了。儿臣无能。唉，皇帝是昏了头了，被韩氏迷住。哀家无法阻止韩氏进宫，也无法阻止他侍寝。原本看他拒绝皇帝的样子，想皇帝会知难而退，死了这份心。可如今韩氏都侍寝了，你可曾想过，皇帝如今如此执迷，入了魔障，韩氏以后有了孩子，会如何呢？哀家知道，韩氏肯活下来，是皇帝让你去劝的。但哀家也知道，韩氏的心始终都在他去世的未婚夫婿那儿，这就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。那儿臣再去劝一劝。你劝得了韩氏，你劝得了皇帝，做吧。皇帝如今对韩氏这般魔障，将来若皇帝昏了头，做出什么更出格的事来，那该如何？哀家断不能坐视不理。那皇额娘的意思是？傅家在。太后，医婴都准备好了。你让韩氏喝下去，让他一了百了。儿臣知道皇额娘这么做，是为了皇上的圣誉思虑。只是这样贸然要了韩氏的性命，岂不是伤了皇上的心啊？哀家知道，皇帝心疼韩氏。哀家也并不是想要韩氏的性命，只是让他清静伺候皇帝，别激得皇帝越发任性。皇额娘，您明知道让儿臣这么做，皇上是会恨儿臣的。你当日替皇帝去说服韩氏留下性命，是皇帝拿着你皇后应尽的职责，迫着你去。哀家今日迫你，也是一样。只因你是六宫之主，安定后宫是你的职责，所以这件事是哀家的意思，但也只能由你亲手端去，看他喝下。若让韩氏喝下这碗汤药，是顺了您的心，却也是大大逆了皇上的意。儿臣要听皇上的，也不能不听皇额娘的。除了两难，别无他法。你身为中宫，该听的听，该做的做，便是。娘娘是不想让荣贵人喝这个。娘娘，之前荣贵人求过您，说她不想要孩子，如今太后有此意，也算是成全了荣贵人。皇后娘娘，快请坐吧。皇后娘娘，
这些都是我们韩部爱吃的东西，你也尝尝。这是本宫奉太后之命给你拿过来的，就是你想要的汤药。喝与不喝，在你。当然喝，是成全我的好东西呢。你可想好了，这一碗药喝下去，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。没有什么可后悔的。我知道你们这宫里头都争着生孩子，可孩子应该是与自己相爱之人一起拥有，不是拿来争宠、保命的工具，更不应该被强迫来到这个世间。哈利，去把姜太医找来吧。荣贵人怕是要受苦了。是。太医和姥姥们进去了那么久，这个荣贵人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？就算受苦也不出声音，这脾气真够倔的。娘娘，事已至此，还是想想怎么和皇上交代。罗霄，皇上，令嫔娘娘这会儿是估计快生了，您是否去看看？令嫔又不是头一次生产了，自有接生姥姥照应。哎，这微臣给皇上请安。怎么样，小姐如何了？荣贵人身体有碍，只是无法生育了。谁做的？谁做的？回皇上，是臣妾所为。皇上息怒，皇帝。皇娘怎么来了？身为君王，对自己的皇后动上手了。皇帝哀家瞧你是有些失心疯了。皇后，起来吧。皇娘，儿子是不该，可荣贵人无辜啊。皇帝，你要的是韩氏，如今你也如愿以偿了。可韩氏心里有别人，旁人能有什么法子？皇帝呀，有时候爱之士卒以害之。若无你的过分沉溺，本无人会对荣贵人过分在意。
你宠爱太过，才把他逼到了现在这个地步。皇娘，儿子是宠爱荣贵人，但并无太过。皇娘您切勿听信人言。哀家还用听信？你都为他做过什么？哀家没看到吗？而且，喝下药去，也是韩氏自己的主意。皇帝要怪，也只能怪你自己。皇额娘在此，您也好好的劝劝皇上，儿臣告退。皇后受委屈了，去吧。皇上，卓儿醒了。皇娘，那儿子进去瞧瞧。小姐，你醒了。我是不能生了，对吗？你只是不能有孩子罢了。你别害怕，朕还是会好好待你的。那碗药是我自己要喝的，孩子生与不生，我自己定。你怎么那么糊涂啊？我本不该来到这个宫里，更不该得到你的宠爱。就当我无福，承受不起，我未来的孩子也承受不起。你要我伺候你，我便清清静静地伺候你一辈子就是了。你的意思，皇娘的意思，朕都明白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禀皇上，令嫔娘娘生了一个小阿哥，是皇上的15阿哥。好，好，锦中啊，传朕旨意，荣贵人深得朕心，晋为荣嫔。令嫔呢，接连生子，又温柔婉顺，晋为令妃。去告诉令妃，15阿哥可以留在她身边养着，不必送去寿康宫。还有，皇后料理后宫之事不周，这6宫之事，先交由令妃协理。这，下去吧。这些日子皇上不来，主儿清静多了。早这样该多好，彼此亲近。其实，主儿不能生育了，皇上是很伤心的。伤过了就好了。有的是人给他生孩子，不差我一个。只是此番连累了皇后娘娘，我真对不住她。
真可爱啊！今儿是我阿哥置办满月，真热闹。令妃姐姐料理后宫，比皇后那时可是不同气象。别这样说，皇后被皇上冷落，你还落井下石。妹妹，这是替您高兴。高兴什么呀？别欢喜起来就胡乱说话。妹妹是高兴使我阿哥能在您身边养育。多谢妹妹吉言。这也是本宫第一个留在自己身边的孩子。若是把另几个都接回来，那才算得上团圆。姐姐放心，一定会的。哎，春蝉，皇上怎么还没来？说是12阿哥正在养心殿跟皇上说话。哦，既经其神，既经娘娘，于妃娘娘和颖妃娘娘来了。请皇后娘娘安。起来吧，坐。这外边风雪这么大，你身子一直不大好，还出来呀？臣妾偏要来，免得让那几次小人以为翊坤宫怎么了呢？都是当额娘的人了，还这般脾气。刚入宫时不谙世事，才不知道怕。如今知道怕了，知道身后是蒙古在撑着臣妾在宫中的气势。虽然如今有了忌惮，可臣妾还是不愿意对着小人加以辞色。你这个抹额倒是挺俏皮的，挺暖和吧？这个抹额是令妃特意叫人送来的，臣妾一直不想戴，可不曾想皇上知道了此事，还特意问了臣妾为什么不戴。臣妾实在是没法子了，这不，今天特意带出来四处招摇，好成全令妃的贤名。这抹额上这么大个猫眼儿，令妃说是波斯进贡的，这不带出来谁瞧得见呢？令妃还送了我一只手镯，成色真不错，可我没要，叫人给送回去了。如今令妃复了位，协理6宫，施恩上下，真是会做人的很。令妃熬了这么多年，才熬到如今这个位子，自然比从前会行事了。可也是个心里没底气的，才会如此这般。这样的人呢，可不要得意忘了形才好。不说这个人了，臣妾的宫里新制了几道小菜，都是暖身补气的，冬日里食最好。臣妾陪皇后娘娘跟于妃姐姐用膳吧。好啊。古人云：“死生亦大矣，岂不痛哉？每览昔人心感之由，若何一气？未尝不灵闻皆道，不能喻之于怀。故之以死生为虚诞，其彭殇为妄作。儿臣知罪。”永琪8岁的时候，熟读《兰亭集序》，3遍也能流利成诵。而你呢，朕督着你诵了10遍，你还是如此疙瘩。儿臣错了，一定会勤加诵读。永琪啊，你觉得你五哥如何？五哥很好，五哥常给儿臣讲书，也教儿臣射箭。永琪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啊，已经可以连射9箭中靶心了。儿臣只能射中5箭。哎，你这个傻孩子，也不知道哄骗朕，说你自己能射中，反正朕也没看见。儿臣不会就是不会，说谎总是要露馅儿的。你这孩子，资质不佳，但品性好。要知道，不说谎，才是最大的美德。是。好，接着背。古人云：“死生亦大矣，岂不痛哉？每览昔人心感之由，
若何遗弃？未尝不临闻皆道。娘娘，把于妃和颖妃送回去了。如今这样的形势，二位娘娘还常到宫里来陪您坐坐，他们对娘娘真的是不错。是啊。皇后娘娘，儿臣请皇后娘安。微臣凌云彻请皇后娘娘安。来，用过膳了吗？在皇阿玛那儿用过了。皇上对12阿哥是极好的，请皇后娘娘放心。凌云彻，多谢你往来相送。微臣把12阿哥送回来了，微臣先行告退。林侍卫，把糕点留下。是。皇额娘，今日膳后的糕点有白玉双方糕，儿子记得皇额娘喜欢，留给皇额娘吃。真是好孩子，知道心疼额娘了。好吃。你皇阿玛问了你学业，还问了你什么呀？皇阿玛问五哥好不好，还常夸五哥比我好。皇额娘，五哥真的比儿子好吗？不是。你有你的好，五哥有五哥的好。只是你身在皇家，又是嫡子，你皇阿玛自然对你的期望要高一些。这也是你作为嫡子必定要承受的。但是皇额娘只希望你品行端正，一生都平安顺遂。所以，如若以后你皇阿玛再说五哥比你好，你不用放在心上，也不用事事都和你五哥去比较。那皇额娘也是很喜欢五哥的，皇阿玛也喜欢。是啊，五哥从小的时候就养在皇额娘身边，跟你的同胞兄弟一样啊。可是五哥如今来的少了呢。五哥大了，忙了。行了，你该去睡觉了。是。那儿臣告退。娘娘，五阿哥最近是少来了呢。虽然东西照常送来，但是明哲保身是宫中的生存之道，永琪也不必为了我招惹是非。今天宫中很热闹，仿佛记得是什么日子。是15阿哥的满月，你也安排过送了贺礼过去了。自从令娘娘协理6宫，人人奉承，就连宝月楼的荣娘娘都比不上。皇额娘那儿就更是。五爷，咱们有好久没有去翊坤宫给皇后娘娘请安了，今儿要不要进去啊？罢了，天色已晚，云娇还在等我回去，今天就不去了。这。贝勒爷怎么才回来？今儿可有些晚了。上午去南苑跑马，再去上书房补了功课，所以晚了。今儿15阿哥满月，福晋一大早就入宫了。贝勒爷去了吗？人虽没去，但礼到了。令妃娘娘刚生了15阿哥，贝勒爷该给些面子才是。面子自然要给足，可我是皇额娘的儿子。话虽这么说，可皇额娘也今非昔比了，贝勒爷也该明哲保身，不是？妾身失言了。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可我也是两难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这腿不是怎么的，
抽得疼。想是贝勒爷今儿跑马累了，水已经备下了，早些沐浴更衣吧。是冷水吗？是。去吧。爬了这些年，居然被你抓住机会复了妃位，还协理六宫，连皇子也留下了一个，跟我当日看见的那个落魄答应比，真是判若两人了。还不是公主的帮扶，我才有今日吗？况且没有公主，我哪能有今日的永颜呀？不过，这话说回来了，虽然永颜留在我身边，但是我的七公主和九公主，还是一个养在颖妃膝下，一个被送到了寿康宫，打小就没见过我。不像公主和孝贤皇后母女情深，连皇上都另眼相看呢。唉，我额娘去世这么多年，宫中还有多少人记得她？就算如今的皇后无德，可我额娘的德行也都被忘了吧？皇上啊，一直挂念孝贤皇后呢，为她写下无数道诗，无非是无人传抄宣扬而已。不过，总得让世人知晓，今日的皇后与当年的孝贤皇后相比，根本不值得一提。令娘娘真是心思过人，那就找个不显眼的人去办吧。是。长春宫还是和孝贤皇后在时一模一样的，皇上还真是长情啊。给令妃娘娘请安。婉嫔无需多礼，论起资历，我还得称呼您一声姐姐呢。不知令妃唤我来，所谓何事？这心里一直有事惦记着，思来想去，宫中唯一托付之人只有婉嫔姐姐了。姐姐坐下说话吧。什么事儿？马上就是孝贤皇后的忌辰了。孝贤皇后过世多年，皇上写了无数悼文，可惜未能整理成册，供奉在孝贤皇后灵前。照理说，这事儿皇后娘娘和于妃便可做，可皇后娘娘避居翊坤宫，于妃也是无心理事，
所以，唯一托付之人只有婉萍姐姐了。让我来做？可是我才疏学浅，怕是做不好，不堪令妃重托。我还是先告辞了。为了皇上，姐姐也不愿意吗？姐姐侍奉圣驾多年，一直未得圣宠，当真是白费了一片痴心呀。眼下这事儿，难道不比姐姐风霜相后更得皇上圣心吗？只要将皇上为孝贤皇后写的诗文整理抄录，辑录成册，在皇上宫里和孝贤皇后的灵前各奉一本，既是皇上对孝贤皇后的深情一片，也是后宫嫔妃们对孝贤皇后的尊重，想来便可大为皇上圣心呐。只是……当然了，这事儿啊，托付给旁人也可以。只是姐姐久居深宫，恩宠日薄，妹妹不过是想，这是姐姐的一个大好机会。主儿，这都后半夜了，你歇歇吧。皇上为孝贤皇后做的道事有那么多，我要不抓紧时间就该抄不完了。那也身子要紧啊。哎呀，我难得能为皇上做件事儿，你就别再说话了好吗？我该不专心了，抄到哪儿都忘了。主儿，您要是得了初稿，不如先拿去给和庆公主瞧瞧，毕竟和庆公主是孝贤皇后唯一的女儿。也好，等我抄完了，你拿过去。夏日冬之夜。这真是出自婉嫔的手笔。若非婉娘娘先把这诗集给儿臣看了，也不知她竟有此诚心。前底旧人所剩不多，婉娘娘真是有心之人。这婉嫔啊，确实有心。孝贤皇后崩逝多年，虽然长春宫依旧保持着她在世的旧貌，但何该多些人知道孝贤皇后的勤俭自重，以及温柔恭顺的德行。她离世那么多年了，终究是朕对不住她。皇阿玛对额娘情深意重，儿臣都记在心里。儿臣想，既然婉娘娘已经把诗集整理成册，何不抄印于后宫，让嫔妃们多加习读？再过几日是额娘的忌辰，也正好用得上。好，好，这件事情你和永琪一块儿去办。不只是后宫，王宫女眷也该多多知道孝贤皇后的美德。是。臣妾恭迎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
你为孝贤皇后所做的一切，朕甚是感激。朕看得出来，你是个有心人。臣妾平日里没什么能为皇上分担的，这都是臣妾应该做的。怎么，不请朕进去坐坐？皇上快请进屋里歇歇吧。请姐姐安，坐吧。姐姐这是在做什么？永基啊，换了新的师傅，学得辛苦，所以我找些艾草给他做一个新的枕头，可以睡得踏实些。还要这样仔细一片一片的查过，掐了枯枝，去了腐坏。姐姐真是一片慈母心。这几日，姐姐很少出门，可知近日宫里新鲜事。什么新鲜事？这几日事情，居然一直是婉嫔。婉嫔入宫数十年，从未像现在这般得宠过。很好啊，从前底熬到现在，婉嫔也是不易。婉嫔是不易，可是其中却也有别的缘故。什么缘故？姐姐，你看，这是……这里头都是皇上这几年悼念孝贤皇后的诗文，由婉嫔整理抄录的，集结成册。可是，这不像婉嫔的字迹。婉嫔亲手抄录的。在长春宫跟养心殿各封了一本，现在姐姐手里拿着的是皇上让永琪还有和敬公主督办抄印，分发后宫的。除了后宫之外，王宫女眷手里几乎人人一册。孝贤皇后继承将至，婉嫔此举确是追怀孝贤皇后的好法子。也可以安慰皇上思念孝贤皇后之心。皇上自然是圣心大悦，才有了婉嫔近日来的风光。可是因为这本册子，如今宫中追怀孝贤皇后成风，宫人们事事都拿姐姐跟孝贤皇后做相较，说姐姐不如孝贤皇后。启必心情终不及，旧书旧见久相投。皇上都这般写了，宫里的人如何不会这般说呢？姐姐，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永琪说，这本诗册是婉嫔直接交给和敬公主，由和敬公主再献与皇上的。可是和敬公主生性高傲，她少与庶母来往，又怎么会跟婉嫔走近呢？和敬公主眷念生母，一向不惜我当继后。如今有人如此追怀孝贤皇后，她自然是高兴的。但是婉嫔从来就安分胆小，就算自己抄录了诗册，也未必敢送到和敬公主面前啊。何况这本诗册会令姐姐难堪，婉嫔也不是不知晓。我觉得这不像婉嫔的脾气，倒像是有人利用婉嫔长久不得宠在生事。难道是令妃？奴婢前几日看到婉嫔和令妃
一起出入长春宫的。令妃，这倒像是令妃的心性。自从令妃救了庆佑世子之后，就与和敬公主亲近。会不会是令妃在婉嫔还有和敬公主当中穿针引线？娘娘，若真这般，那咱们也不能不提防了。海兰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。若是真的，我自会小心。至于婉嫔，我也会找机会去问个清楚。姐姐，其实这些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要紧，最要紧的是皇上心里头怎么想姐姐。这些人不过就是利用皇上跟姐姐最近关系冷了，才钻了空子。姐姐，你要不要去跟皇上说个清楚？姐姐。我入宫时，孝贤皇后早已崩逝。孝贤皇后真的如皇上诗文中所言，是难得的贤良女子吗？大约是吧，反正我也没见过，总听说她贤惠节俭，皇上念念不忘。如今的皇后可不比孝贤皇后勤俭自持，仁爱惠孝。若无孝贤皇后将令妃从花房送去了启祥宫当差，她怎会机缘巧合侍奉皇上，成为今日重嫔之首呢？若无孝贤皇后贤德之风，对皇上不出一言违逆，皇上怎会深情难忘呢？庆嫔说话头头是道。若不是孝贤皇后早早崩逝，哪里就轮到当今皇后了？便是轮到她，也不是因为她才德如何出众，只是在浅底中熬出来的资历罢了。庆嫔好见识，那就请把这些话去养心殿跟皇上说吧。这话还用我说？当咱们皇上心里不明白吗？否则怎会有如今这般的情势？皇上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竟敢在这儿红口白舌的瞎说话！瞎说！皇上这都有半年没搭理皇后了吧？御史里又写得这么明白，当咱们都是傻子吗？皇阿玛后宫里的这些货色，一个个鄙薄无聊，闲论长短。这会儿子这些话倒说得不错。妾身弄疼您了。这几日不知怎的，伤似乎更严重了。别是腹股就要发起来。可妾身看着这红肿好像消了些，发作应该倒不至于，只怕是这几日事务繁重，累着了。无妨，大不了回头找江远兵来看看。妾身还是觉得有些事情小心为好。毕竟现在江太医是皇后娘娘的亲信，现在皇宫到处都在传着皇上哀悼孝贤皇后的诗文册子，连妾身都收到了，所以只怕皇后娘娘如今在宫中的处境也实在是尴尬。你又要跟我说明哲保身那一套？皇娘被人生生拿来和孝贤皇后做比较，已经很难堪了，我怎能让她再难过？妾身知道，贝勒爷是看重于皇后娘娘的感情，可贝勒爷也别忘了，这皇后娘娘还有12阿哥这位嫡子呢，所以有些事情还是扣着些分寸为好。什么分寸？这12阿哥为嫡，可您为长，皇上又看重您，所以论起皇位来，论长论贤，您都占优势。您觉得皇后娘娘应该怎么想？你胡说什么？
妾身只是为贝勒爷思量。我自幼在皇娘膝下长大，永基如同我亲弟弟一般。你再说这样的话，子熙我赶你出府。妾身不敢了。贝勒爷，妾身还得再冒昧一句，这前程是您自己的，任何人想插手都插手不了，所以您还得先顾着您自己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新师傅如何呀？挺好的。那你要跟着新师傅好好学。额娘放心吧，我能行的。给皇后娘娘和12个请安。都起来吧。额娘，那我先去上课了。去吧。皇后，皇上，来送孩子上学啊？嗯。朕一直想着，永基换了师傅，所以朕来看看这师傅教导的如何。多谢皇上为永基费心了。自己的孩子多费些心也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永基的程度本就比不上少时的永基。是臣妾教导孩子不如皇上的意，臣妾告退了。如意啊，朕没那个意思。都这么些时日未见了，你还不愿在朕的跟前吗？臣妾知道会让皇上不悦，不如不在皇上眼前，皇上也可以清静些。那日在宝月楼，是朕冒失了，但看到相见那样的情况，这也是一时情急啊。如意，就算朕当时有不妥，都半年了，朕没有去翊坤宫，你就不能来养心殿吗？你要和朕别扭到什么时候？你是皇后，凡事不能什么都由着自己的性子。孝贤皇后就不会像你这般如此。启禀心情终不及旧书旧见久相投，臣妾这个皇后做的，确实不如孝贤皇后。如意啊，朕写的那些诗，并不是说你不好，只是婉嫔有心整理，刚好又逢孝贤皇后的忌辰，朕才让人抄送了，送到宫中以示悼念。孝贤皇后是皇上的发妻，皇上情深也在情理之中。况且皇上那些诗写的确实动人，臣妾甚至想，若孝贤皇后九泉之下有知，怕也会感慨，这般深厚追念，过生也不枉然了。皇后，你锋芒太利了。臣妾自知不足，就先回宫闭门思过。皇后，既然你要静心思过，养着孩子必会分心。永基你也别养了，即日起将永基送到于妃那去。你性子别扭，如何养得好孩子？将永基送到于妃那养着，学学永琪的好处，替朕分忧。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您真要把12阿哥送到于妃娘娘那儿？本宫固然不舍，可又有什么法子？好在只是送到海兰身边养着，本宫也没什么不放心的，也还有永琪一起看顾着。看来孝贤皇后这把固剑，真是永远插在皇上和娘娘之间了。这把固剑一直都在，本宫根本就不在乎。可是把这把剑插入骨血的，
却是皇上。咱们能奈皇上何？倒是令妃，除了皇上撑腰，还有和敬公主支持。娘娘，您可不能在和皇上疏远之时，让令妃横行无忌。皇后娘娘万安，皇后娘娘恕罪。你何罪之有？皇后娘娘，臣妾并没有想过要拿孝贤皇后争宠，臣妾只是希望能够为皇上做点事情。臣妾只是希望皇上能够记得，后宫还有臣妾这么一个人。可是臣妾万万没有想到，事情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臣妾该死。本宫明白你的一番情意，如若情意被人利用，也是可惜的。也许令妃只是可怜臣妾，才帮臣妾出了这个主意。臣妾只是希望皇上能够看自己一眼，看一眼便多一眼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知罪，臣妾对不住您。本宫明白，你是一个好人，是宫里难得的好人。但愿你所求都能如愿。起来吧。谢皇后娘娘，日后臣妾定当尽力偿还。臣妾恭送皇后娘娘。皇帝，今年8月，你还是要巡幸木兰。但此番秋险，蒙古各部、王公都列位其间，几位嫁到蒙古的公主，也都会携额驸前来。儿子知道，所以会带着出身蒙古的嫔妃一同前往。皇后，玉妃、封妃那日禁足，至今有2年了吧？是。这回，玉妃的母族科尔沁部会来人，玉妃的父亲自然会来。若玉妃不在，怕也不便。皇帝要以大局为重。儿子明白。科尔沁部历年与我大清联姻，若因玉妃之过而怠慢了科尔沁，也不相宜。好。皇后，此次巡幸木兰之事，会由内务府操持。后宫女眷之事，你安排令妃打点吧。臣妾明白。若不是我们主几次3番劝皇上，皇上又怎会念着旧情？不仅解了玉主您的禁足，还允许您去木兰秋险，又留着妃位。是的，我知道，这次真的多亏了令妃姐姐。如今皇后不管事儿，是我们主协理后宫。玉主，您以后有什么事儿，尽管跟我们主说就是了。令妃姐姐，这次真的谢谢你。知道妹妹许久未见皇上，那这次安排秋险时，就让你的住处离皇上近一些。妹妹都不知道要怎样感激姐姐好了。忍辱2年，我没有忘记是谁害的我。妹妹啊，你就别胡思乱想了。人家有孩子，什么都不怕，而你呢，除了一个当寨桑的父亲，还有什么呢？我是什么都没有，但阿布知道我被别人害成这样，也不会坐视不管。
真是羡慕你有个好父亲啊！我先走了，妹妹送你。儿臣们恭候皇阿玛。好，今日狩猎多者，朕重重有赏。皇阿玛，请您一马当先。好，出发！撤！撤！撤！恭贺皇上满载而归。皇上今日狩猎，看来收获颇为丰厚啊。是啊，朕今日猎了头熊，熊胆献于皇额娘，熊皮就赏给你做条褥子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都已经清点好了。如何？皇上独得1只黑熊，2只狐狸，5阿哥得的是3头鹿，2只野鸡，6阿哥得了2只大雁，2只野兔，11阿哥得了1只兔子，12阿哥射了1头狍子。不错啊，把猎物抬走，今晚咱们好好尽兴。